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29日，同大家做個常識測試先。呢個世界有咩國家係唔能夠正常使用社交媒體嘅咧 ？Facebook、Twitter、IG、Instagram X 以前叫 Twitter、YouTube 有咩國家咧？我俾5秒大家去數一數啊！咁我而家數啦，就係咧俄羅斯喺俄烏戰爭之後就禁咗呢啲社交媒體啦，咁啊朝鮮啊從來唔用得嘅喎，伊朗啊就喺呢個嘅阿拉伯之春之後咧就禁咗大部分嘅社交媒體噶啦，然後去到2年前咧，伊朗又發生咧社會動亂啊嘛，又再收緊，咁仲有中國喎，咁啊即使咧共產主義國家如越南都冇大規模禁止呢啲社交媒體嘅，伊朗點解要禁止呢？伊朗係因為咧10幾年前出現咗阿拉伯之春，咁咧好多嘅人咧就歸咎阿拉伯之春係西方媒體咧係搗亂喎，因為咧本身係突尼西亞咧一個年輕人輕生而導致到嘅社會問題，咁啊就係廣泛傳播，最後咧去到埃及。去到呢個利比亞，整個北非咧出現咗民主運動，令到咧好多獨裁者倒台喎，穆巴拉克倒台喎，卡達菲倒台喎，咁咧佢哋呢啲統治者咧就認為係社交媒體搞亂個社會啊！2019年嘅時候，香港發生咗社會運動，咁佢哋都指責係社交媒體Telegram 佢哋搞亂咗啦。咁但係咧事實上，好似喺英國咁樣，今年咪發生咗動亂嘅，係咪啊？周圍都暴動嘅，我啲香港親戚就話英國好亂啊，小心啲啊，不如你翻嚟香港啦，咁就同我講喎。咁我當時就好有信心呢啲動亂咧唔會延長好長時間，結果係1-2個星期就完咗啦。美國黑命貴嘅時期都有動亂㗎，咁都係幾個星期就結束咗㗎啦。咁點解咧？因為咧，社交媒體往往好容易有假新聞，好似英國今年嘅動亂咧，都係因為假新聞而導致嘅喎。就話呢個嘅襲擊者對小朋友施暴嘅襲擊者喺 Taylor Swift 嗰個學習營裏邊咧嘅襲擊者話佢係難民嚟嘅，咁其實佢係難民嘅後代就唔係難民嚟嘅，咁所以咧就造成咗啲人去攻擊啲難民營啊，攻擊啲難民酒店啊，呢啲假新聞佢係會影響一時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理性嘅社會咧，如果個社會又唔係嚴重嘅社會問題，啲人係唔會咧係瘋狂到去推翻整個社會制度嘅喎，唔會瘋狂地推翻民主制度喎，因為英國係有選舉㗎嘛，係咪啊？佢今屆唔滿意，你捱4年5年，你下一屆咧就有機會實現到執政㗎咯。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唔會有極大嘅民怨導致到革命嘅。喺民主社會嘅情況底下，佢有暴動有暴亂，但係就唔需要變成最美嘅風景線嘅嗰啲暴動暴亂咧係3幾日1-2個禮拜就結束㗎啦。咁但係咧伊朗咧喺10幾年前咧就基於呢個阿拉伯之春，佢認為係西方媒體搞亂，所以咧就大規模禁咗呢個西方媒體啦。然後直至到2年前咧發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件。2年前咧一個女仔一個小妹妹因為咧戴頭巾嘅問題佢哋咧就被指控伊朗話喂戴頭巾咧戴得唔夠準確喎因為伊朗有啲開放啲嘅一個思潮啦有啲女性咧就開放即係對衣着有一啲嘅睇法，結果咧就被拉咗，然後咧喺呢個羈留期間不知原因地就入院重傷不治，最後引嚟咧2022年咧伊朗大規模嘅示威運動，呢個阿美尼事件呢個就叫做咁，所以咧喺阿美尼事件之後咧再進一步收緊社交媒體，呢個 WhatsApp 全部都要翻牆先用得啦。VPN 咧喺伊朗咧都係一個普遍嘅社交工具嚟嘅喎，唔用 VPN 咧你就睇唔到 YouTube 睇唔到 IG 睇唔到 Instagram 即係伊朗政府就趨向保守，就係冇辦法㗎啦。自從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後咧，伊朗政府可以話係全世界最保守嘅一個社會嚟㗎啦，保守一個國家嚟㗎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喎，伊朗咧係有民主選舉嘅，但係呢個民主選舉咧係人都知叫閹割版嘅民主選舉。點解叫閹割版民主選舉咧？首先咧，佢嘅所有提名人係要經過呢個提名委員會審查嘅，一個龐大嘅提名委員會，而呢啲龐大委員會咧就係啲宗教背景嘅人士把持咗嘅喎，咁然後咧你唔合乎佢嘅資格咧就會被 DQ 嘅。呢個係一個閹割版嘅選舉制度，係咪好熟悉啊？呢個閹割版嘅選舉制度不特止喎，你選咗出嚟咧，仲要接受伊朗嘅最高精神領袖卡梅萊伊嘅指定。
如果佢唔認同你嘅話咧，你都做唔到總統噶。就算你當選贏咗，你都做唔到總統。你做咗議員，佢唔接受你咧，你都冇辦法去就職嘅。咁所以咧，伊朗完完全全係一個鳥籠式嘅選舉。咁所以選嚟選去咧，都係嗰批人嚟嘅。咁但係直至到咧今年又唔同啊！呢個世界咧就往往咧有啲黑天鵝，因為我成日強調啦，好似台灣嘅經驗就係咁，或者韓國嘅經驗係咁。台灣咧就因為有萬年國會啊，萬年國會1949年咧，咁啊嗰啲台灣嘅政要其實就係由大陸過去噶嘛，咁啊然後蔣介石實施戒嚴喎，咁所以嗰啲嘅議員或者嗰啲國大代表咧，其實就係唔需要選舉嘅喎，咁就叫萬年國代。就係嗰啲國大代表完完全全就喺大陸最後一期選出嚟，喺49年初選出嚟，48年選出嚟，嗰啲人咁啊，直至到佢哋死亡咧就要增額選舉，咁呢個都係鳥籠民主、鳥籠政治嚟嘅，增額補選，佢死一個你先選一個啫。咁但係咧仍然有啲黨外人士係願意入去選，即使佢個鳥籠選舉，你唔入去選咧，你就永遠都係體制外嘅。你入咗去選嘅話咧，你有機會喺裏邊動搖佢喎。所以當時有一啲嘅黨外人士入咗去，後來有好出名嘅朱高正啦，入咗去之後就搞亂個議會啊嘛。你唔喺裏邊搞亂，你喺出邊搞亂咧，你係搞唔成嘅。咁同樣道理，伊朗今年咧發生咗一個重大嘅變革嚇，呢個伊朗咧有一個開明派嘅領袖，竟然啊呢個叫馬蘇德做咗總統喎，即係呢個神奇啦。咁啊佢係曾經多次咧係被 DQ 嘅。嗱，佢係醫生嚟嘅本身，喺2000年代初係做過衛生部部長。咁但係由於咧佢嘅思想咧係改革派，係改良派，佢係主張咧男女嘅平等嘅，主張要放寬言論嘅，鼓勵言論自由嘅，主張咧同西方咧係呢個接軌嘅喎。咁所以咧，即使佢以前係呢個嘅衛生部部長，衛生部部長就係管衛生嘅啫，唔需要講政治嘅。所以後來佢諗住去選議員，選議員嘅時期咧又被 DQ。因為佢有開放嘅政治傾向啊嘛，然後咧選總統又被 DQ， 所以呢個馬蘇德咧，佢無論如何咧都係體制外嘅，佢曾經係衛生部部長20年前，但係後來佢從政一直係被 DQ 嘅，但係喺國內咧個民望就高嘅，因為國內始終咧有唔少開放，尤其是女性嘅支持者，咁梗係多嘅。咁但係佢多次被 DQ 啊，咁點咧？喂，呢個世界就係有黑天鵝啊！好多嘢咧有必然性嘅時候咧就有偶然性，我講過啦。蔣經國點解會開放黨禁報禁啊？呢個係偶然性嚟噶嘛，唔係必然性嚟噶嘛。佢可以傳位俾佢個仔嘅喎，即係但係最後冇傳位俾佢個仔喎。而佢啲仔咧亦都一係就民望好低，一係身體唔好，一係不成氣候啊。咁所以咧，蔣經國喺最後時期亦都冇傳位俾細佬喎。佢有一個即係蔣介石嘅養子啊嘛，蔣緯國噶嘛，冇傳位喎，冇令到蔣家係好似朝鮮咁，即係千秋萬代喎。佢最後決定解除黨禁報禁，呢個係同蔣經國晚年啊嗰個思維改變係一個偶然性嚟嘅，佢可以學金家嘅。當然後世蔣緯國維唔維持到就另當別論啦。可以傳俾蔣氏，就算唔係傳俾蔣氏，傳俾可能孔家咧，係咪啊？即係蔣宋孔陳啊嘛，四大家族啊嘛，可以傳俾宋家嘅後代咧，都未嘗係不好啊嘛。有心去佈置安排就得噶嘛，好似蔣介石咁，有心去佈置蔣經國去接班。咁呢個係可以咁做噶嘛，但係佢就係偶然性，就係決定咧開放咗黨禁報禁，呢個係偶然性。咁所以咧喺伊朗咧又係喎，伊朗同美國咧一直係被視為邪惡軸心㗎，鬥得好犀利㗎。咁其中咧上一任嘅總統啦，或者上兩任嘅總統咧都係好嚴厲嘅咁所以結果咧就係發生咗一件黑天鵝事件。個黑天鵝事件咧就係上任總統萊希喺今年年初突然間咧係直升機失事死咗喎。呢個萊希咧就係1988年開始就俾美國制裁㗎啦，因為咧佢喺國內咧就係一個嚴厲派、激進派，一個係原教旨主義派，就係咧對付呢個嘅示威者咧毫不手軟嘅，政治迫害毫不手軟嘅。咁但係咧即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啊！呢一個前任總統萊希咁就係喺阿美尼事件底下咧進行大規模嘅鎮壓嘅喎。佢以前喺呢個嘅魯哈尼嘅時代咧就已經係劊子手嚟㗎啦，專搞呢個國家安全嘅，就以國家安全為由咧
就係拉咗好多異見人士，結果突然間咧自己坐直升機死鬼咗，無厘頭地死咗。點解會死咧？大家都冇人知點解會死嘅，反正佢就死咗啦。咁啊結果咧佢死咗之後咧，伊朗啊就要舉行大選啦，喺3個月內要舉行大選，而今屆嘅總統馬蘇德咧就再次參選啦，咁但係咧提名委員會今次就冇 DQ 到佢啦，因為咧提名委員會突然間咧就改變咗立場，以往咧就長期 DQ 佢嘅，今次咧呢個總統咧突然間直升機死咗。咁啊，裏邊有啲人可能都驚有報應啦，係咪啊？可能覺得真主係I'm watching you 啦，有某啲原因啦，所以突然間就決定開放咗。咁所以而家現任嘅總統咧，佢就係上任前就講過啦，要開放社交媒體。所以喺2日前，佢就宣布咧係放寬 WhatsApp 同埋呢個 Google Pay。咁當然 YouTube 仲未得嘅。咁但係咧，以佢嘅以往競選承諾，似乎係會逐一開放喎。雖然係咁。但係國內嘅保守派，尤其是做得國會議員嗰啲，梗係保守派啊嘛，因為經過 DQ 提名委員會 DQ 晒㗎啦嘛，啲反對派，咁所以咧大量嘅反對派咧係反對佢呢種做法嘅。咁但係佢咪試水溫咯，先開放 WhatsApp 先，再開放呢個嘅 Google Pay 如果咧第時啲人慢慢適應咗，咪開放埋 Facebook 啊、Twitter 啊，一步一步咯。所以喺呢個嘅馬蘇德咧嗰個立場咧，佢就一步一步希望開放伊朗。咁但係當然唔會一帆風順嘅。伊朗嘅反動派、保守派一定係想辦法打壓佢嘅。咁但係咧，呢個黑天鵝事件就係上任總統萊希突然咧就係同埋外交部部長喺直升機期間就死亡嘅。咁啊，即係伊朗都話呢個係意外啦，係交通意外啦，係天氣突然間惡劣轉差。咁你知道中東呢啲地方啦呢個黃土沙塵飛揚。咁啊，直升機墜機，咁啊，似乎唔係外國勢力啊，係咪？唔係美帝嘅陰謀啊？因為魯哈尼咧，同埋上任總統萊希咧，都係美國嚴厲打擊嘅對象嚟嘅喎，制裁對象嚟嘅喎。喺核談判裏邊咧，佢哋係非常強硬喎，而萊希一直就係對美核談判嘅一個負責人嚟嘅。咁所以對拜登對特朗普咧嘅時期都係好緊張嘅。咁所以而家呢個嘅新任總統上台咧，咁啊睇下呢個馬蘇德會唔會令伊朗帶嚟契機啦？咁啊呢個係第一點啊。第二點咧就係再講下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喎，因為2019年啲人就話係社交媒體啊搞亂香港啊。咁啊最新咧有一個研究我睇咗，呢個研究咧就係指出咗咧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社交媒體當然係起咗好大嘅作用啦。咁但係呢個起咗咁大嘅作用嘅時期咧，呢個係嚟自 Waterloo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兩位嘅教授嘅。咁一個似乎係中國人嚟㗎，另外一個就係洋人啦，就係研究阿拉伯之春數學家嚟嘅兩個，就借阿拉伯之春咧就講到去中國喎。咁咧佢的而且確嘅話，阿拉伯之春咧係社交媒體而導致嘅。但係後來去到埃及嘅時期。已經禁咗社交媒體喎，因為呢個穆巴拉克知道咧，突尼西亞咧，因為用社交媒體搞到天下大亂啊嘛，佢係馬上切斷咗。但係你切斷咗冇用啊，因為之前我講過啦，勿先腐而後蟲生。如果個社會唔係有長期嘅不滿嘅，啲人係唔會咧希望推翻個社會制度。佢係動亂同推翻社會制度有分別。Black Lives Matter 嘅時候，動亂零元購啊、示威啊，同啲白人有衝突啊，咁呢個叫動亂啦。佔領華爾街叫動亂，但係佢哋唔會去推翻美國嘅民主選舉噶嘛，唔會推翻美國嘅政治制度噶嘛。咁所以咧，呢個數學家就認為啦，冇錯，社交媒體只有推波助瀾，但係背後係人民嘅不滿。所以當穆巴拉克咧果斷地斷網禁止咗呢個社交媒體，都冇辦法阻止到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大規模強力嘅鎮壓即係 if we burn, you will burn with us。即係對方係燒得仲快過你，結果穆巴拉克都倒台。咁啊呢個研究咧再引申到中國，佢就話中國咧，喂就係同呢個嘅北非阿拉伯之春唔同啊，因為北非阿拉伯之春係有社交媒體自由，佢突然間斷網係冇用。中國咧或者朝鮮咧就從來都冇。如果冇嘅話咧，咁啊相對就穩定啲。即係你越封閉咧，你就越穩定啊嘛。你越開放咧，突然間你中斷咧，啲人咧梗係反彈更大。所以穆巴拉克斷咗網之後咧，不但冇令到呢個嘅運動停息，仲加劇咗運動嗰個發展。所以中國咧就係從來都冇，朝鮮就從來都冇。咁你冇咧，啲人咧 no expectation 啊，你就斷網嘅時期咧，啲人咧就唔會有好大嘅反抗。
咁而 no expectation 咧，好似中國咁以前試過喺內蒙古呼和浩特，佢突然間斷網嘅喎，因為啲人咧緊用呢個嘅微博啊、微信啊，都係宣揚到咧當時就係環保問題，係掘稀土造成嘅環境污染，都引嚟啊呼和浩特啊有啲人嘅示威抗議嘅，咁結果中國果斷斷網，果斷斷網咧呢個研究就指出咧，中國又好，朝鮮又好，由於佢從來都冇呢啲社交媒體，咁所以咧佢係相對係維持一個穩定結構反而咧頭先講嘅阿拉伯之春咧，佢有社交媒體，斷網之後咧都冇辦法係令到個社會改變，咁所以而家伊朗咧佢係禁咗啲社交媒體嘅，而家新任總統馬蘇德恢復翻啲社交媒體，所以到有一日咧啲人用慣咗嘅時候咧，如果下一任嘅總統或者而家呢個馬蘇德有一日俾保守派 DQ， 可能會引嚟更大嘅反抗嘅喎，呢個咧就係呢個研究咧可以引申出嚟嘅一個分析嚟嘅。咁所以咧，我研究中國歷史係中國歷史咧，你越唔改革咧，個社會就越穩定。但係你當越改革嘅話咧，啲人咧 expectation達唔到佢 expectation咧，佢就會倒台嘅。即係晚清政府唔改革好地地啊，佢一改革咧，慈禧太后1904年嘅時候廢除科舉搞一個晚清改革，皇族內閣，啲人有 expectation。本身嘅革命之火咧係冇人理嘅，基本上孫中山辛亥革命前10幾次都冇人理，但係突然間你搞個皇族改革咧，令到喺建制內部啲人都開始有啲反省咁最後咧就係辛亥革命咧。星星之火一下子咧就係燃燒咗整個草地嘅，呢個就係中國歷史或者其他咧俄國歷史都係咁樣嘅。俄國唔改革冇問題喎，呢個1905年嘅第一次俄國革命鎮壓咗落嚟，後來佢一諗住改革咧，結果建制內部嘅一啲開明派咧有反思有反省喎，所以最後一下子咧爆發咗2月革命，後來再爆發一次10月革命，咁好多社會制度都有呢個情況，咁希望伊朗今次嘅進步，今次嘅改革可以延續啦，咁但係萬山不許一溪崩，佢想開放，伊朗有開明派難得上咗台，想開放，一定有無數人係阻止佢嘅。咁但係最終咧，我都希望堂堂溪水出前村。不過用伊朗呢個例子亦都可以說明到啦，係咪？即使係呢個嘅 DQ 鳥籠民主，佢只要一有選舉咧，假嘅都好啦，佢搞下咧，假都有機會咧出現到內部嘅撕裂嘅。李登輝就係假選舉啊嘛，上台第一次嘅選舉都係假㗎，佢最初係做副總統㗎，搞下就變咗真選舉㗎咯喎。咁呢個亦都係偶然性嚟嘅，唔係必然性。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有我今日講嘅文字版以及咧課堂15蚊一個月咧美元咧就可以無限重溫㗎。有啲網友咧話唔知點樣 join Patreon 喎。咁我每一段嘅影片下邊留言置頂咧就有 Join Patreon 嘅連結，你撳入去得㗎啦。如果你發覺太複雜唔識嘅，你可以咧撳入去 YouTube 嘅 Members， 你 Join YouTube 嘅 Members 咧一樣可以聽到。咁當然 YouTube Members 咧就冇 Patreon 咁多 function， 咁但係都係可以支持我嘅學習影片嘅一種方法嚟嘅。多謝大家，知識有價，今日講到呢度，拜拜。